我设想过10000种与男神近距离接触的场景，冲击10000种想象也不会料到，竟是这种凌迟般的社死现场。近2年，短视频发展迅速，在受众追捧和资本持续加码之下，结合了长视频内容特色和短视频时长的微短剧，成为不可忽视的网生新力量。第一部《我的怪力女友》，我的怪力女友是由叶丽君编剧，邱旭东、孟令青执导，何以轩、张孝昂、叶子敬、宋芳兰、宋锦涵主演的剧情短片。这部剧是今年1月份的剧，一共有24集，但是每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怪力女孩陆依依为了维持孤儿院生计，混进了富人区做保安。我叫陆依依，我是一名保安，保卫别墅区平安。巧合安慰鼓励了无知少年苏玉晨，二人几年后再次重逢，开启一段甜蜜浪漫的姐弟恋情。现在的爱情剧太多了，喜欢看爱情剧的人也多，为啥我对我的怪力女友情有独钟呢？只因为看得太上头了。女主叫陆依依，长得还挺好看的，属于越看越好看类型的，重点是演技也很自然，作为新人来说挺难得的。陆依依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身世很凄惨，但是性格很乐观。长大后为了救济自己所在的孤儿院，混进了富人的别墅区当保安，看起来像是灰姑娘的故事。男主苏玉晨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无心接管自己家的公司，在外多年才回到家里，一个住在富人区，一个在富人区当保安。这后续的发展剧情是不是一目了然？相爱就完事了。陆依依这个角色一改传统爱情剧中娇弱的女主形象，是一位武力值爆表的飒爽妹子。具体表现在当着男主他妈的面把男主撂倒在别墅大门前的挡车杆下，这段真的笑死我了。要是有个婆婆面前今天行为大评选，陆依依绝对榜上有名。苏玉晨的女强人妈妈，从苏玉晨小时候就在埋头苦干做事业，一心一意搞事业的妈妈把苏玉晨托付给了她的姑姑，苏玉晨和姑姑相依为命。但是不幸的是，在苏玉晨小的时候，姑姑出意外离世了。没有依靠的小苏玉晨就是在这时候遇见了陆依依，一副手链，一句大力出奇迹，就拯救了一位小男生落寞的内心，以至于长大后的苏玉晨仍旧对小时候的陆依依念念不忘。所以苏玉晨不但把之前陆依依将他撂倒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开始各种暖男求爱行为，一点也没端起来自己富二代的架子。原本应该一路甜的爱情肯定得走走弯路，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后续苏玉晨他妈得作妖。没想到他妈还没出来作妖，男二倒是先对陆依依惦记上了。如果剧情继续发展下去，男女主除了要过男二这一关，还要过男主妈妈这一关。看看他妈妈整日用鼻孔看人的姿态，陆依依后续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我的怪力女友4分钟的神奇时长，着实是吸引人的眼球。说实话，和大制作的剧集没法比细节，但作为一种新形式的电视剧，也是很吸引人的。一部我的怪力女友可以用最短的时间给观众带来最快的享受，你心动了吗？第二部另一半的我和你，另一半的我和你是由王战执导，刘瑞麟、戴思、王紫薇、于兆和主演的现代都市剧。该剧讲述了因一次地下实验室意外引发的时空扭曲，剧中展示了平行世界观 M 世界和 W 世界。在 M 世界中，帅气多金的网红机长高子睿在生日当天意外来到了女性至上的 W 世界，并在这里碰到了从 M 世界的便利贴女孩戴晓变身成为派瑞莱科技总裁的 Jackie。 为了回到 M 世界，高子睿决定对 Jackie 主动出击，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追爱故事。这部剧是去年热播的一部剧，一共32集，每集5分钟。另一半的我和你以颠倒世界的方式给观众展示了男女世界交换后的不同，这还要从海王准备全垒打的那个夜晚说起。机长高子睿活在自己当渣男的全盛时期，日常娱乐就是撩妹，所以如何高效合理的排开和所有姑娘的约会行程成了他唯一的烦恼。这一天是高子睿生日，他预备支开所有女性朋友，因为性格温和的便利贴女孩小小已向他示好，只要他稍作回应，今夜便能一举拿下。海王的世界不说爱过，只说睡过，高子睿能给小小的只有短暂的激情以及无尽的滥情。我是高子睿，微博热搜上最帅机长就是我了。人太红吧，也会有一些甜蜜的烦恼。但是当渣男意外昏倒，再次醒来之后，竟然发现他的人生已出现巨大转变。曾经的僚机周浩天
现在名为周来妹。酒吧舞池中身姿摇曳的，也变成清一色的短裤男孩，顶着一头卷发棒的亲爹，一边打毛衣一边怪他回来太晚。当警察的姐姐一副大女子主义模样，刚开口就颠覆他的三观。他意识到想要变回原样，或许还要从 Jackie 入手，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搞笑故事。饰演高子睿的刘瑞麟与饰演戴晓的戴思，以及饰演林佳的王子薇，都是兼具演技和观众缘的演员。开播后，刘瑞麟从风流倜傥的帅气猛男到跪舔小奶狗转换自如，戴思从温柔甜妹到独立霸气女总裁也毫无违和感。两人精湛灵动的演绎收获了很多网友的认可。低成本小破剧变身国产剧之光，靠的是让观众心服口服的好题材。在平行世界下，不仅人的思维发生了变化，社会主导权也完全落入女性手中。当女主外男主内变成社会自然现象时，一切不适配感油然而生，搞笑因素浑然天成。然而故事并不止于此，从 M 世界的男尊女卑到 W 世界的女尊男卑，看似搞笑故事的背后，其实是对不平等两性关系的反讽。第3部《心跳恋爱》，《心跳恋爱》是由安东执导，苏晓彤、左琳杰主演的爱情喜剧，极致理性的物理学霸和漫画玛丽苏谈恋爱。这部剧也是去年热播的，一共28集，每集8分钟。心跳恋爱讲述了漫画故事的女主人因为作者长时间不更新，导致漫画世界褪色直到消失，而女主机缘巧合之下穿越到了现实生活，遇到了理科直男学霸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剧情充满喜剧性，令人尴尬又好笑。心跳恋爱女主白苏姬，漫画人物，出生于4大家族，懂16国语言。我叫白苏姬，是传说中4大家族之一白家的千金小姐。在她的世界里，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往美好的方向发展，但漫画世界的褪色让她决定亲自寻找作者更新漫画。而机缘巧合之下穿越到了现实生活，他认为第一眼看见的男主就是作者，从此一直跟在了男主的身边。而男主物理学霸，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物理依据表明的直男艺人。女主跟在男主身边，男主只想把女主当成实验的对象。得知女主一碰到水，身体就会变成透明，从此男主处处保护着女主。男主的设定童年创伤外冷内热偶数强迫症曼斯男学霸，女主的设定是精通18国语言，依旧常识为林书川傻白甜。配角有20年前杀马特男神和校园剧标配绿茶学妹，还有洗脑东北口音学姐。雷点槽点笑点密集，这部剧是一个陪伴式的成长剧，当然直接呈现给观众的就是男主角是如何帮助女主角适应现实世界，女主角的玛丽苏特质又是如何和现实世界发生各种搞笑的碰撞。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剧的理由呢，是因为这部剧对于懂玛丽苏的人来说，看起来会比较搞笑，而且一集主要剧情也就不到10分钟，所以闲暇的时候看看作为消遣也是非常适合的。第4部《这里禁止恋爱》，《这里禁止恋爱》是由何泰然执导，卢东旭、陈思宇主演的电视剧。该剧改编自优酷人气漫画《团内禁止恋爱》，讲述了大学生夏时成为了达成奶奶的心愿，代替卧病在床的双胞胎哥哥进入偶像乐队公司，女扮男装参加乐队男团选秀的故事。我是石成，一个热爱音乐的大4学生。要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我有一个像光一样把我照亮的偶像男神。大学生夏时成为了达成奶奶的心愿，代替卧病的双胞胎哥哥继续参加公益巡演。他每日与一群乐队男孩为伴，却意外引起了前辈顾兰特殊关注。夏时成一面忙于掩饰顶替的身份，另一面还要应付乐队的内忧外患。此刻他们急需一场真正的舞台证明自己，一场满载热血与梦想、友情与爱情的青春由此拉开序幕。剧中，卢东旭将原著中霸道总裁顾兰等比例还原，被网友称为斯曼男主188霸道总裁。外表高冷端正，性格严苛的顾兰，私底下其实是个不善言辞的恋爱小白。在被夏时成壁咚时，他满脸涨红，紧张到口吃。在得知可能喜欢夏时成后，他又对自己取向深表怀疑，每日脑补着夏时成各种行为的动机，进行着自我攻略式恋爱。可奶可狼的霸总反差萌形象直击荧幕前一众少女的心，高呼太喜欢了。第5部别跟姐姐撒野，别跟姐姐撒野是由曾庆杰执导，陆延琪、杨泽、倪寒烬、郭嘉宇等人主演的都市爱情短剧。
金朝集团单身未婚的总经理金荣荣邂逅见义勇为的年轻男孩顾从北，并在相亲之际意外得知顾从北是顾氏集团不受待见的第3个儿子。为了解决现实困境，迅速结婚的两人在婚后逐渐走进彼此内心，并携手克服了笼罩在两人内心的那段往事阴影。第6部《林下许星河》。林下许星河是由毛永辉执导的电视剧，刘伟霆、许明征等主演。林下许星河讲述了2021年夏天由林下编剧的电影开始筹备，当红明星楚星河想要参演男主角，却被林下强烈抵制。许星河，虽然他演过很多剧，但是每次提名都是陪跑。林夏老师好，我是陪跑许星河。在导演王大洲的帮助下，林夏同意楚星河试戏，后被楚星河的演技征服的故事。而由梁红丽饰演的民谣一角，在林夏的电影中也饰演着重要的角色，和孟郊上演了一段相互治愈并最终走到了一起的故事。以上这6部剧，你看过哪一部呢？在评论区告诉我吧。